为呢，可能以前我们比较难想象，运20直接运解放军过去干嘛？去白俄那边做军演。好，这一次呢是中方跟白俄罗斯他们举行了雄鹰突击2024，是一个陆军的联训演习，而且他们这一次呢，其实彼此之间是已经有交互了，也就是呢，他们彼此之间有重新编队啊，然后这互相来发号施令等等等。哎，那大家就这样问了，所以呢，是他们的陆军的兵力要投射能力到欧洲去了吗？讲的是做反恐，然后是做营救人质，可是这个时候欧洲还有战事呢，大家在讲会不会中方呢？现在其实预料到北约会针对，所以他来先做反制。北约其实呢，他们前几天在华盛顿这边所召开的再一次的峰会宣言当中，就直指中国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关键推动者，直接讲它是关键的推动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两方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就是对于俄方最大的一个支持，让他可以一直的在前线有战力、有战火，提供一切物资。他就说，因为这样，所以他是一个关键的推动者。当然，大陆不会买单了。好，中方的欧盟使团直接讲了，说不要做亚太和平的搅局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也发现这一次呢，印太4国包括了日本、韩国、纽西兰、澳洲，好，澳洲总理阿班尼斯他叫了 Iboki 啊，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要搅在里面，他们4方呢都有派人去参加，甚至首脑都去参加，也是他们第一次加入这个北约的联合宣言，所以让中方就认为你不要把手插到我们亚洲这里来。但是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就直接的说，其实是因为我们认真看待中国对于全球所带来的安全挑战，我们才会邀请这些印太的伙伴跟我们一起密切的合作。这一场峰会下来呢，除了说对于中方的一个攻讦之外，另一个重点就是要看老大哥拜登。老大哥拜登这个时候呢，北约峰会又在华盛顿，你的场能不能够让所有的盟友都信服你？好啦，可是呢，就有欧洲外交官直接的讲，其实很难想象他有能力能够再做4年啦。也就是说呢，他们想问的是，北约靠你真的可以吗？老大哥真的行吗？目前同党里面呢也直接的呛他说，不认为那只狗还能打猎，意思就是说他到底能不能选完全场，甚至先前一直很挺他的 Pelosi 现在叫他要慎重考虑了。本来呢，在整个 Hollywood 里面最挺他的乔治克隆尼，他直接的说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但是他赢不了这一场仗，在辩论赛当中，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这一切了。而我眼前的这个 Joe Biden 也已经不是4年前的那位 Joe Biden， 已经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吗？美国的众议院的委员会呢，现在说要传唤3名的白宫高阶助手，直接就问他拜登的健康状况。先前不是一直提到吗？说也有包括判这个帕金森症等等的人啊，然后进到了白宫里面来。虽然呢，现在都有说法说不是因为拜登的关系，但是传言太多了，大家看到的东西也很多，所以就想了解他真的OK 吗？他真的一切都好吗？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我们先从中方跟俄罗斯现在举行这个陆军的雄鹰突击演习开始，您怎么样来看？这个应该是普京访问大陆那个时候就讲，俄罗斯跟中国即将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对，所以这个就联合演训的一个活动啊。我觉得这个并没有什么稀奇了啊，就好像那天那个中俄舰队也突然之间通过日本下面啊，对啊，那个大岛嘛，那也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啊。可是严格讲也不用太惊奇了，因为本来他们就是会这样做了啊。那这个尤其俄罗斯要进入亚洲，大概除了朝鲜半岛的核武问题之外啦，那很多议题中国大陆本来就是跟俄罗斯立场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因为基本上就是把美日同盟当作对手嘛，然后要跟其他的亚洲国家交好嘛，是，大概是这样啦。那这次北约啊，北约这次的峰会，一般人都把它理解为毕业典礼了，就这些人明年可能大部分都不在了，那既然都快不在了，那就让拜登有一个造势的演讲吧。所以他那个演讲基调本来就一定很硬啊。
对，这个符合大家的预期啦啊。那 Stoltenberg 10月就要下台啦，所以你讲这个话有什么用？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可以执行啊。那拜登搞不好11月7号之后就结束了嘞，因为目前所有的迹象都显示民主党要打赢非常的困难，这里面几乎大部分的人都要换人呢。你去看那个肖兹明年德国9月要改选啦，那连任的几率我看已经低于10%了啦啊。岸田文雄大概9月就要换人啦，他现在民调只有20啊，16啊 ，OK 更低啊。那尹锡悦这个国会大选已经大败了嘛，是啊，所以你去看大概只有意大利啊，那意大利又是北约峰会里面他们最看不起的人啊，结果人家 Meloni 政权是最稳固的，所以我说这个坦白讲了，一个毕业典礼能够有多大的往前眺望的一个前瞻性，令人质疑啦。我坦白讲，我是更会去关注那个川普当选之后的北约会怎么开啦。这个已经跳到那里去了，不是因为川普对北约有意见嘛？那他会用什么方式来提出一些想法？而且到时候整个欧洲啦，右翼的声音也崛起了。对啊，那欧洲也会，我认为那个不管是政策或者是立场，也会做一些调整啦。恐怕那个时候看会比较准确啦，就明年2月1号以后了啊。那至于现在是7月嘛啊，那7月这个毕业典礼班的人讲一些话，那就姑往听听啦啊。事实上，这个北约的亚洲化，事实上是有很多国家是不赞成的啦，是，只是现在那个力量还没有浮现啦啊。那搞不好你这样搞，你得罪很多亚洲国家事实上印尼可能不一定支持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能不能落实，我打个问号了。那如果李在明的政党拿到总统，我也不相信他会玩这个了，对不对啊？那至于美国的选举坦白讲，我们已经都无话可说了啦。已经到无话可说的地步。不是嘛？因为这个，我们的立场就有点像佩洛西了。要不要选下去？拜登，你赶快自己决定吧，你的时间也不多了。可是佩洛西，你看他很油滑，他也不愿意说拜登你不适合，对不对？事实上，我认为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奥巴马的表态因为奥巴马到目前为止还是支持拜登的。是那佩洛西之后，就是看奥巴马怎么表态啦。那还有美国的参议院，因为是拜登的老同事，所以现在大部分都没有表态。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后的一群人了，其他我觉得那个共识已经越来越明显了。那可是我讲白了啦，因为川普只能当4年，所以民主党里面的比较有前途的人也不想淌这个浑水了。你干嘛受伤？对，我4年之后一尾活龙啊，对不对？而且川普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我要选不是正好选，那今年败选的几率这么高，所以可能就是贺锦丽你就去选吧，那大家就祝福你了。拜登处理头，可是拜登跟贺锦丽，我认为要赢的几率都不高了，就是这样。反正现在就谁投身出去谁挨刀，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好，可是美国的选举确实它会影响到全球的大局。来请教一下瑟琳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在中方这一边看到他们的解放军打运20去空降欧洲，在白俄罗斯，而且那个地方其实距离乌克兰、距离波兰都非常非常的近，大家就开始在讲，以前比较少看到，现在看到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中国大陆跟白俄罗斯做这个雄鹰突击2024，表示说他在隐性上面是非常支持俄罗斯的，因为白俄罗斯是俄罗斯的铁杆，那他跟白俄罗斯在这边做军演，那表示说那间接的也是挺俄罗斯了。那在这一方面，而且这个随着白俄罗斯它在欧洲，那中国大陆派军到欧洲去参加演习，这是非常非常少见的。那他这一方面表示他这个战略力量也可以延伸到欧洲去了。那在这个方面呢，那也就像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讲清楚了，你这个就是你死了这个心吧，我就是跟白俄罗斯在一起了，那也就是我跟俄罗斯在一起啊。你泽伦斯基一直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在某一方面去帮助乌克兰，在这方面能够当个和事佬，
或者是当一个背书者，那我认为是效果是非常有限，因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跟白俄罗斯在军事上的互动，只有增无减呢。那这个就摆明的很清楚。我认为泽连斯基在这一方面，他要先看清楚，然后在对中国大陆押宝这一方面呢，我认为他应该减码，因为加码效果非常的有限。那我们来看呢，这个印太四国啊，包含日本、韩国、纽西兰和澳大利亚也加入了这个北约的联合宣言。那这个有点点像，就是说当初1990年的时候，北约5次东扩。1990年到2020年，这30年间5次北约东扩，造成俄罗斯非常大的压力。后来终于爆发了这俄乌战争，这是2022年的事情。然后一晃，现在也2年半了。你看，换句话说，有这个增厚。那这个4个国家，日本、韩国，包含纽西兰、澳大利亚，那加入这个北约的宣言，那是不是剑指哪一个？我认为不是剑指俄罗斯，剑指的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就会有压力，那有一点点像北约东扩的针对俄罗斯。那这个4个国家加入北约的联合宣言，针对的是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会有压力。那我们台湾在这方面要非常小心，是不是会变成乌克兰化就要小心了，因为它就会对台湾来动脑筋。那这个北约的联合宣言，它关心的这个印太地区的战略，对台湾，它一定会采取模糊。那我们台湾要非常谨慎，会不会被推到前线去？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台湾要考量的是要非常的，因为毕竟呢，以小事大要用智慧。那切记，这个在这一方面呢，在战略上面呢，然后非常的明确。如果这个时候台湾的战略非常的明确的状况之下，也就是表示说台湾没有弹性了。是，那台湾没有弹性，对台湾来讲是个很高的风险。所以他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可能现在还没有所警觉，但是其实上啊，西方国家正在复制当中。那我们不知道西方国家正在复制台湾，正在复制乌克兰，那我们这要非常的谨慎。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尤其现在已经加入了北约联合宣言，而且第一次，那我们在这一方面，换句话说，它已经明朗化了。那就整个的这个潮流的走向，那欧洲会不会印太到亚洲过来？那我倒认为目前的这双方面的格局双方面这个态势有点类似，有点像。那我们台湾要在这一方面要非常的谨慎，而且我们知道，就跟这一次这个古立言讲到的，就是美国的立场很清楚，就是一个中国。那在这一方面，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解读？我认为我们也要非常的谨慎。是，好，我们画面的右手边呢，刚刚可以看到，就是在桃园地院，在画面的左手边，这是桃园地院这边的最新状况。因为现场呢开始看到有警方在进行围轰笼等等的动作，也许等等呢，郑文灿就会出来，又或者是说呢，在地院这边会有一个最新的宣布，因为目前郑文灿的声押庭还在召开当中，我们随时会带您最新状况。回过头来要请教一下吴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哈？针对于现在北约，还有呢现在在中国跟白俄罗斯他们的陆军军演这一块。对，我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我对乔治克隆尼还是蛮有兴趣。你最喜欢乔治克隆尼？他是介入政治最深的美国的巨星，是他20年前他就开始在联合国出现，他讲很多是有关气候变迁、环保议题。是他这次又说我是资深的民主党员，我看不下去了。对，他说3周前他帮拜登办募款餐会，他说我现在看到的拜登跟2010年的拜登是不一样的。他说不管了，这不是只有年龄的问题而已，这个应该是一个很严重的根深蒂固，他必须要换掉。而且他如果实意要选，他会输，而且会把参众议院一起拖下水，这是我们民主党员不想看到的。乔治克隆尼也表示说，他私下接触了州长，很多州长跟州的参议员跟众议员，对，大家都说必须要有人出来讲话，特别是他们认为金主有很多金主现在在看风向，是如果拜登要持续选下去，如果没有看到胜利的曙光的时候，有些金主可能会撤手。美国总统大选选到最后都是赢弹，都是金主他们谁募的款多，可以撑到最后一刻的大选才会赢。所以呢，现在他们就觉得乔治克隆尼说，过去共和党像雷根除了这种雷根小布希的政治领袖，他们都可以把共和党让给了川普。那为什么我们民主党
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大家有一个不同的思考方向，像法国这样子啊，很好啊，对不对？为了不让某些党派或某些人当选，我们就干脆对沆瀣一气，做一些大事情出来。他的论调大概是这样子。问题是，这个我觉得是蛮麻烦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出来讲这些事情，他们要看牵涉到像刚才亮哥讲的，党内还有很多重要的人士，比方参议院的 Chuck Schumer，他的看法是什么？他也不表态。但裴洛西也是这个众议院的领袖过去的领袖，但是他讲出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看法。那当然呢，像奥巴马还有克林顿这几位大佬级的，他们应该我觉得也是这个最后的这个压死骆驼的这根稻草了。但是以拜登目前的言论跟他的气势来看，他没有想要退选的打算。好，那如果看这个 CNN 的这个民调那在许多关键摇摆州，目前它也是落后，特别像密西根，我们上次讲的密西根，我看了像这个 Vegas 那个内华达内华达跟Arizona 是拜登2020年胜选的，他也拿下了。不过这一次内华达跟 Arizona 可能也很危险。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他要败选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过往呢，他把摇摆州还有拿到一些下来，而且那些可能是红色的，但现在是不是全部会又再还回去？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俄罗斯了。好，原因是因为呢，在莫迪到了莫斯科去，然后呢，跟普丁抱在一起之后，他们谈到几件事情，包括了能源议题，包括了石油炼制，还有石化。其实呢，在印度。先前你也听过嘛，很多人要去那边要盖工厂什么，就发现电不够。他们现在说呢，要盖6座的核电机组，这个呢就要请俄罗斯这边来帮忙。另外，在边境的地方要砸数百亿，要盖12座的水力发电站。好，可是问题是这一项可能就比较有争议了，因为就会牵扯到中印的边界问题。所以中国外交部直接讲了，印度无权开发存在争议的边境地区，双方之间的这个冲突仍旧没有完全的结束。而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如果中俄两方真的抱在一起的话，美方比较担心的是叶伦讲的会不会加速去美元化，因为他现在确实就看到啦，俄罗斯官方数据讲，今年5月的时候，人民币占俄罗斯交易是达到 53.6%， 甚至呢占比是已经达到了 99.6%， 那几乎是全部了。所以他的目光而言，金融上面确实去美元化这件事情，中俄两大合起来，他们必须得担心，而且其他非 G7 的人也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担心说，你要了解，沙烏地阿拉伯就曾经威胁G7 如果没收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的话，那他们就会卖欧债来做抵制。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啦，那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不会太不合理？其实呢，对于这2个国家来说，对于欧洲来说，怎么样来看中方跟俄罗斯，每个人都不同。譬如这一位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他呢基本上现在刚刚好7月，他来当欧盟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呢他在就任之前，他先去了一趟基辅，完之后呢就去莫斯科，然后呢再回来见习近平。他说呢，这个叫做和平之旅，但是很多人不是这样看啊，欧洲人看了更生气，说你这会不会太不欧盟了？怎么会去见习近平，怎么会去见拜登呢？所以甚至还有人酝酿要让他呢失掉轮值主席国地位，或者把他当主席国的这个轮值国的时间呢给他缩短起来。基本上匈牙利一直以来都跟很多的欧盟国家并不同调，包括了他们先前在讨论这个电动车转型等等的方案。匈牙利这边的经济部长就直接讲啦，不支持对于中方征收反补贴税，因为他认为这个就是贸易战对大家没好处甚至中方现在还会开始做反制，启动贸易壁垒的调查，针对的就是包括了铁路车辆、太阳能、风电，还有安检设备等等等。你要查，我也来查，大家呢就这样直接杠上了吗？而美方呢，则是决定要跟墨西哥这里来联合祭出的多项贸易措施，最主要就是要防止他们发现很多大陆厂现在是反而到了墨西哥来设厂，包括了钢铝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是不是有可能最后会变成避掉那些美国对他所制裁的关税？而且呢，华为5G 的零件供应，现在呢传出德方这边呢，他们已经在淘汰华为还有中信通讯等等的技术上面呢，他们已经开始
始在做逐步削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其实原本对于中方的这一些动作，并没有完全的停下，也没有完全的释怀。我就想要请教一下亮哥，您怎么样来看了？因为其实呢，在莫迪去到了莫斯科之后，大家看到两个人抱在一起，最在意的其实还是他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内容。而这一次能源问题可能会是他们讨论当中最多的一项，特别他也去看了那个这个铀博物馆啊等等。跟越南一样，越南跟俄罗斯谈的主要也是能源合作。那因为俄罗斯能够提供技术上的资源，主要真的也是能源也包括核能在内那因为印度跟越南如果要发展核电厂，它在安全的顾虑上，它不太会找中国大陆了。那当然就有可能找俄罗斯了此外，我觉得这个访问并不是非常正式的啦。因为你并没有看到莫迪带了一大堆部长去对不对？那并不像中俄事先都准备好很大型的联合声明，是对不对？那印度并没有所以我的感觉是，莫迪因为没有去上合峰会啦，他没有见到普京嘛，因为他不想见到中国跟哈萨克所以就绕过来俄罗斯。跟普京打个招呼，这样，因为他们是很熟的朋友啦。那有一些议题不容易有共识啦，比如说你都没有准备，怎么会有共识？比如说，据我了解，印度有提出贸易失衡的问题，因为印度从俄罗斯买了600多亿的美元的能源嘛，那坦白讲，你印度也赚了很多钱转卖对不对？对啊，对吧？可是印度就抱怨说，它出口到俄罗斯只有200多亿。只有200多亿。对，那坦白讲因为你也没什么东西好卖所以这个就是印度自己的问题了啦。就是为什么中国跟俄罗斯的贸易可以一下子从1000亿拉到2400亿那个就是因为俄罗斯有很多东西可以买嘛，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还好啦，这个并不算是很核心的一次正式的会议了那至于叶伦叶伦恐怕就一路担心到他卸任吧那因为拜登如果落选，大概川普也不会用叶伦那这个中俄加速去美元化，恐怕不是只有中俄啦，因为今年金砖会议就要讨论非美元支付的机制，那我认为这个议题一定会通过因为今年已经会确定不让新会员加入嘛所以就比较有更多的时间处理他们要做的事情。那第一个就是美元支付，大家要建立非美元的一个机制嘛那这个恐怕，这个坦白讲啦，美国跟这个 G7 就是要逐渐去适应这个世界上正在崛起一个比你还要大的经济的集团我们讲的就是金砖是这个集团未来一定会比你还大未来可能会超过全世界 GDP 超过35%未来啦所以我觉得美国跟那个欧洲当然是不适应的，因为他们长期以来都是自己说了算尤其是美国啦美国事实上我认为已经有很多地方都看到力不从心的领导啦比如说东南亚比如说中东，甚至于是他自己的后院南美洲，那更不要讲非洲了然后到处都出现力不从心的样子那甚至现在连欧盟都可能会力不从心因为欧洲的右翼在崛起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要逐渐适应那个当老大当霸权的心态我看至少要5年以上的时间所以你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现象是，他嘴巴讲的都是他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种现象在拜登最后这1年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可是未来那个新上任的总统是比拜登还要更会吹牛的人所以你就会看到更多川普吹牛事实上美国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过往他也当过总统啦，所以大家可能对这件事情也还蛮熟悉的。但是美国之后可能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下目前新的政治状态了。好，目前在画面的右手边，您所看到就是在桃园地方法院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原因是因为今天下午呢，郑文灿第3度的召开声押庭，目前是不是会有最新的结果传回来？我们马上呢会要带给您一个最新的发展。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欢迎回来。目前在画面的右手边，你可以看到是在桃园地方法院的一个最新状况。因为今天下午呢，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他再次的召开了声押庭。目前呢，从下午2点钟一直到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就是警方把所有记者通通赶到外面了，是不是呢？等等，就会声押庭就已经快要进入尾声。现在都还不知道，等一下有最新的发展会随时来告诉您。回过头来请教一下吴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看到了印俄站在一起之后，大家开始在思考，这整个世界的版式有在改变。这是乌俄战争以来莫迪第一次去俄罗斯，所以大家都很好奇说，你怎么感觉不是应该站在西方这边，因为你有跨，对不对？好，那怎么这样子会跳来跳去？其实很符合印度人的个性，他就是跳来跳去，他不让你摸不着边际哈。其实印度跟俄罗斯从2000年开始就举办这种年度高峰会。那在2010年的时候，他们帮双边的关系提升叫做特殊且具特权的战略伙伴关系哈。那这种关系就一直维持到现在。今年他们有签了9项的合作协议，而且还发表长达81点的持久且扩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就是莫迪跟普丁见面之后，所以他们还是有讲了一些东西。当然，能源的交换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在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大家就要制裁俄罗斯，然后跟俄罗斯说叫大家不要买他的石油嘛。对，印度买对不对？因为俄罗斯说，我这个便宜的石油谁要买？大家都说我不买。印度说我买，而且他买了之后什么？他加工再出口，再卖给欧美。请问你这样子有在制裁吗？没有啊，你趁机赚什么战争财啊？所以我觉得能源的合作是印俄可以一直维持关系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包括这一次俄罗斯还要在帮印度盖这个核电厂那我觉得他们在这个经济上面的合作，再加上他们之前武器的合作所以印俄之间其实合作还是蛮紧密。你要叫人家制裁俄罗斯不可能但是还有另外原因，这一次为什么这个莫迪去最重要的是莫迪觉得俄国跟中国走得太近了，对不对？你说冬季奥林匹克的时候，他们说俄中是友谊无上限，普丁前阵子就说现在是中俄史上关系最佳的时代，所以中国、印度、俄罗斯这3个我们讲的传统的大国，它在一个权力平衡上面有一点点在漂移，就是中俄的关系好了，可是中印的关系一直都不好，还有边界冲突，而且你看这一次这个上合会，你看莫迪没去，是不是？所以中印关系感觉又有一点点那么不好的时候，我想莫迪想要再抓住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好。所以你看莫迪说，他看到普丁说你是我的朋友他用印度话说你是我的朋友，然后呢又说什么？又说是什么同甘共苦的朋友，而且值得信赖的伙伴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莫迪他非常展现印度人这种我们讲的自主性的外交策略，他又想再往这个西边的强权靠拢，又想要跟一些不是西方的朋友做这个经济跟安全的往来，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具有自主性的这个外交政策是印度展现非常聪明的一块，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学学。好，台湾可以学学聪明的印度人家怎么样在两边都能够彼此下一点筹码。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要请司令帮我们总结。他到俄罗斯去访问，应该来讲是相互需要，因为俄罗斯经过了俄乌战争，在国际上是孤立的。那印度是个大国，能够到俄罗斯去访问的话，在这一方好像对俄罗斯是有相对的支持。当然，他这个要请俄罗斯帮印度盖核能发电厂，因为印度在这个现在发展半导体、家电业，还有我们的电子业，所以非常需要电。那需要电的话，核能发电是最快。然后俄罗斯在这方面也成熟了。另外一个，俄罗斯产铀矿，它年产量将近3000公吨的铀矿，
那刚好啊，又帮盖核电厂，又供应铀矿，这来源都有了，这样子在印度的话，它这个电力就可以做解决。那俄罗斯在这方面也需要啊，可以赚一些钱来毕竟在俄乌战争的时候，那个西方国家，不管是德国、法国、英国，包含意大利，对俄罗斯都有在经济上做一些制裁。那这对俄罗斯想要走出去啊，那只有在中国大陆或印度或其他的国家比较有中或者是有俄这些国家呢，能够在经济上能够大家互相往来。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外交系教授吴崇汉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一开始呢，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天下午有关于目前正在桃园地院这边进行的郑文灿声押庭还在进行当中，从下午2点钟呢到目前已经是5点了，仍旧在进行。等等呢，有最新的状况，我们也会随时来为您插播。不过回过头来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今天呢，台湾的政界大家都在讨论，怎么好像每一次总统府的那个声明稿都会跟我们看到的不太一样呢。好，直接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个是 AIT 的新任处长叫古立言，他呢到了总统府里面来跟我们赖清德见面，2个人见面当然是相谈甚欢啊，可是后面就发现了出来的讲稿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画面。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这符合美国长久以来以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为指导的一种政策。好，讲到就4个字啦，一中政策。一中政策这4个字，其实孙小雅也就是前 AIT 处长来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在跟蔡英文会面那个时候讲到这4个字。今天讲到的就4个字了，而且呢是讲的时候有新闻稿里面有 AIT 的新闻稿里面有，然后 AIT 它网站上面整个通篇它的逐字讲稿里面也有。好，可是问题是这个是我们的总统府的新闻稿，就发现了，有啊，前面都一样啊，结果美国支持台湾符合美国长久以来的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以及6项保证为指导政策。一中政策啊，这么敏感，这4个字竟然不见了。不想面对的是什么呢？美国为什么之前不讲，现在要讲，又是为什么？当然就是因为情势关系啊。国防部给我们一个最新的图了，说现在发现说对岸的歼60，还有大陆的山东舰，它其实呢就在台湾的周边，而且呢66架的共机群竟然就开始对我们有开始进行干扰。您知道吗？24小时以内66架7艘共舰，56架越过中线，这个跟我们过往所听到的数字频率是不是都大大的增加，一段的创下新高？大家就想问，这样的两岸关系当然会让大家觉得敏感，会让大家觉得是比较紧张的氛围，而不止我们紧张，日本也很紧张。日本看到了山东号的航母战斗群来之后呢，他们的战机也紧急起飞了。因为呢，最近日菲还签了一个互惠的准入协定，他们的讲法就是要抵抗中方所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威胁。同时，他们也认为啦，这一次呢是在宫古岛东南方海域，是不是在跟日本示威呢？所以他们的战机也赶紧起飞，希望呢能够来对此进行反制。他们也强调，这针对的是不是就是美国？是不是就是美国的第1岛链已经被对岸给突破了？其实呢，有关于这一次山东号整个战舰舰队的训练演训，这个小舰长吕律师他就直接提到了，他认为最近呢有另一个新闻，就是中俄他们其实呢也在太平洋海域这边来联合演习。他觉得山东号现在呢基本上就打击群来说并不完整，所以呢如果说之后会把俄罗斯相关的这一些舰队也加进到山东舰的编队的话，哇，那个水面舰的数量就会达到10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于台湾问题的时候反介入、反拒止这样的联合军演，可能就有办法真的达到成真，也就是真的能够破坏
美方的第一岛链，然后真的能够将他们所有的援助都排除在外。他觉得这对于台湾来说会是一个最坏的状况。至于南海呢，南海现在呢，你会看到菲律宾虽然感觉很强硬，但是某些上面其实最近嘴巴有比较软一点点。他们呢是指控菲律宾是不是有在破坏珊瑚礁生态，中方现在也指控他们说，你们把船放在那里坐滩，那个才叫做破坏珊瑚礁生态。双方呢都各自的在要求，甚至呢中国还要求菲律宾撤走军舰，避免破坏生态，强调呢那个才是真正的原因。菲律宾讲的当然就是你们才是凶手，开始变成了生态之战了。已经又把先前那个战舰互相对上，然后对峙的画面，变成了在生态上面的一个彼此之间的较劲，开始有不同的氛围。台海这边则是现在仍旧有兵凶战危之感，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因为光一个 AIT 新任处长那个一中政策4个字，怎么好像每一个地方，还是真的府方发言人他们没有录到这一些东西，所以才会漏掉那4个字。就被你录到了。你的机器跟我的机器不讲，我的机器有录到，录到。我觉得最主要是对比孙小雅在蔡英文面前讲话，是就没有这个说法嘛，因为他当然对蔡英文维持现状的努力是满意的啦，那蔡英文也从来是接受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虽然他也是隐晦的表达互不隶属可是赖清德是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接受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你没有听过他讲台湾大陆或者是北京当局，从未用过，都是讲中国，是，甚至在最近国防部的举光日跟这个我们的士兵在一起也是讲中国这个美国人当然看到了嘛，美国人怎么会不知道？而且你看邱垂正最近都在说两岸就是两岸，对啊，然后梁文杰也跟着改口，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改他的长官他的长官就是赖清德那赖清德谁能够跟他说上话？当然就是 AIT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意味着美国开始评估你是不是冲太猛了啦，那引起了两岸的一些变数，并不是美国在大选之前所乐见的啦。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氛围啦。事实上，你去看最近美国在日本方面跟菲律宾做的动作比如说菲律宾是9月要吕宋岛，他要撤走那个低风的中程导弹嘛，是，然后12月他要从冲绳撤走4000人到关岛，撤走5000人到夏威夷然后你再看最近的环太平洋军演，你看那个军演的位置有多远？那个军演的位置几乎已经到夏威夷那边去了，对，所以这个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美国对第一岛链如果万一发生战争，美国已经逐渐把自己布局到第2线或第3线去了，就大概是关岛啦、澳大利亚啦，还有夏威夷。那如果是在第一岛链呢，可能只留这个滨海作战团那一团大概只有2000人我觉得这种大趋势，如果你都没看到那我觉得日本当然是看到了啦，所以日本会紧张可是他跟菲律宾的这种 RAA 是没什么用的啦，因为对中俄来讲，他的对手是日美所以重点是美国有没有进来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在撤出所以你日本跟菲律宾建立这种互惠协定，跟澳大利亚建立这种互惠协定意义不大了，因为你们这些国家都太弱了。我觉得中俄他所在乎的是美国啦，就看美国有没有进场是。可是俄罗斯很明显是要进入亚洲了啦。是啊。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有在日本海啦，或者是白令海峡那边转一转我甚至认为他未来还有可能穿越台湾海峡到越南。我说俄罗斯啦那俄罗斯要这样做，当然也要跟中国大陆打招呼所以我是觉得，所以这个整个局面对日本来讲，他当然会忧虑嘛。是菲律宾也看到了而且中国大陆最近，我认为就是在对仁爱礁
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诉求正当性啊。就我不要跟你吵主权呐啊，因为主权又会吵到南海仲裁，我就跟你讲环保问题啦。你这个仁爱礁那个破船放了25年了，已经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的污染，而且中国大陆是用遥感卫星还有现场的勘测，然后做了一个报告啊。所以你菲律宾如果不服哦，对不起，你也要做一个报告啊，不然你凭什么说服别人啊？因为中国大陆那个报告有英文有中文啊，对，所以他显然就是要说服国际舆论，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对不对？所以我认为啊，这个菲律宾也要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调查报告啦。那我认为如果都没有，那中国大陆那个就形同是最后通牒了啦。就是说你菲律宾要不要自己处理？如果都不处理，那这个海洋生态问题我要面对啊，因为按照我的海警法。不管是你闯入我的管辖区啦，或者是我必须要维护海洋的生态，我都必须执法。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最后通牒，可是用环保的方式来表达啦那可能未来2-3个月内，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有一个最后的解决，这样。就是也许现在呢，在2-3个月内，毕竟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海事的磋商嘛。对，讲一讲之后，会不会真的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对，然后来帮彼此解套？那是你要拖走还是我拖走？反正最后可能就是会走。那当然，上面有那个一连的士兵嘛，那因为他也可能动武啊，那这个场面就很难看啊，就这样。好，那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司令，那您怎么样来看？如果说我们用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现在呢就看到了山东号航母战斗群一来之后，日本战机就紧急飞起来了。然后呢，小舰长又讲了，说现在如果等于中国再加俄罗斯这个舰队加起来，那个山东号的边界就开始会对于美方他要做这个所谓的。希望能够援助台湾、驰援台湾，就会真的造成了反介入、反拒止。您怎么样来看？那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这个长航，就是战略巡航这一方面行之有年，每一年都有，包含海上，也包含空中，空中的战略轰炸机，然后海上的这些驱逐舰，还有这个油弹补给舰，还有飞弹护卫舰都有，这个形式都蛮多的。然后也通过这个日本的这种各个海峡，那再然的话，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演练默契都应该是已经到达成熟的阶段。那将来会不会说跟这个航空母舰的这方面的演练，然后做一个攻防上面，红军、蓝军这种攻防的演练，我认为不要完全排除，因为等到大家有默契了，那就实施攻防嘛。攻防嘛，一定要有攻击方跟一个防卫方，然后这样来做的话，那就在第一岛链。那在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在第一岛链的话，那我们台湾是最近的嘛？是啊，那对不对？那你出宫古也好，或者是出这个巴士海峡，那就是在我们台湾的东边。这一次，它的山东号的航空母舰在距离台湾大概东边大概650公里到700多公里之间，在这边活动。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还有就是针对台湾的这个解放军的海空联训。海空联训，我看到它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它兵力越来越大。它的你看它的架次越来越多，因为现在的航机图它只是个简略的航机图，并没有雷达轨迹图。如果雷达轨迹图画出来的话，你会看起来密密麻麻的。那它现在变成一个很简略的方块图。那方块出来的话，它只标示下距离，那多少架次，它就拿数字公布，不拿这个雷达的回迹图来公布了。那说明看得出来，第一个它的架次越来越多，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越来越近。它这个已经不仅是压内线了。它压内线呢，切内线，然后把距离越来越近，然后这样的话，让我们慢慢的习惯。那我以前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它这一切进来，或者一切内一圈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好像非常紧张。那现在的话，最重要的是我们比较奇怪，大家已经不紧张了，温水煮青蛙了，已经大家习以为常了。那习以为常，我认为中国大陆就是对台湾呢实施心理战。那我们台湾在习以为常之后，台湾这种主战的意识就慢慢就消失掉，就习惯了，你就没有那种主战的意识。那中国大陆在这个心理战，还有在这个心防这一上面，他可能对台湾在那边下了功夫，让台湾逐渐适应。我认为这个就很危险，因为没有敌情意识的国防就没有国防了，你没有心防的国防，那国防再努力，那也都是我们讲的事倍功半，那效果非常有限。所以中国大陆可能看到我们台湾有这个短板。没有办法因应
可能是一种躺平来应付它。他看到这一点，那我们拿不出办法，我们应该积极。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现在是提振心防，让中共这个动作我们有所警觉，而不是去适应它，而是要去应对它、面对它、处置它，看要怎么样去处置，要怎么样去应对，而不是那我们是适应它了，那变成整个的这个节奏它这个活动海空连续节奏是由它来主控，我们变成被动。那这样的话，整个战场的主动权会掌握在解放军的手上。那对我们台湾的海空军，如果将来会有一些冲突产生的状况之下，台湾会陷于极不利，因为力量、空间、时间都被中国大陆所掌握。这样的话，我们站在被动的局面，必须追随他的意志，这样对我们来讲用兵会极为不利。想请教一下吴老师怎么看？其实这个古立原这次跟赖清德讲话，他全程用中文讲，而且讲的就是提供台湾自我防御能力，加强台湾防卫，并且对台海的稳定有非常大的利益所在，而且是长远的利益。这讲第一点，其实就是保护台湾。是，但是他又补充了最重要的就是依据3项公报、6项保证，还有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这个是美国人一贯而来的所谓台海的基调，是他没有变，都没有变哈。那变的是什么？变的是赖清德的人设。赖清德说他是务实的台独公共主义者，前进白宫说然后到现在的互不隶属讲了很多次。那如果台湾在改变，那美国人要试图要稳定，要踩刹车，这就是回到了我们过去一直在辩论的战略模糊。2020年 Haas 那篇文章一出来，说战略模糊要改成战略清晰，是哇，大家就开始讨论，哇，要清晰了。拜登讲了5次协防台湾，大家就说清晰了，不能再清晰了，一直都清晰了。问题是大家还是搞错战略模糊的定义是什么？如果美国人只想说我保护台湾就是清晰，那是搞错了战略模糊的定义了。OK， 因为广义的战略模糊的定义就是美国在一法3公报6项保证之下，他没有改变他一个中国的政策，这就是战略模糊。所以不管是学界、政界，或者现在我们的舆论界，大家都说哇，不能再清晰不过了。我想请问古立原讲这句话，他到底是清晰还是模糊？如果我们还不断的自以为说拜登说了5次保护台湾就是战略清晰，那我再请问，战略模糊有非常重要的功能，它叫做双重嚇阻。第一重嚇阻告诉北京，你不可以单方面动用武力对台湾；第二重嚇阻是告诉台湾，你不要走向法理台独。这才是战略嚇阻最主要的2个功能。所以我们只要知道战略模糊的定义，它的功能，我们再看美方现在的作用，它没有在改变的，它还是维持非常重要的它在台海的利益。为什么？那不管是台派的学者说，那是美国人有他的利益所在啊，所以他们这样讲，那不是讲废话吗？美国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要讲出这个非常模糊的东西，他没有改变过。所以不要再硬凹了。我们要知道美方，而且特别在大选前，你也不知道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哪位。假如是川普上来，我告诉你，他会在模糊中的模糊，可是模糊中他会告诉你，该缴的你还是要缴。就是还是模糊，只是他每一次讲的内容可能有所调整，但是他那个大方针是一样的，从来没有改变过。